现实版的韩剧《灰姑娘》故事上演了。申载林小的时候就丧母，一直和父亲一起生活，父亲很快就再婚了，继母带着2个亲生女儿。申载林跟父亲住在继母买的房子里，他就像个拖油瓶，连饱饭都吃不上。他就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。父亲突然去世了，这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。临终前，父亲留下一句神秘的遗言，让他去找柜子里的礼物。申载林兴奋不已，他以为那礼物可能是存折之类的，或者至少是几根金条。有了这些钱，他就能搬出去，不必再忍受继母和继姐的白眼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留下的并不是钱，而是一张招聘广告。广告是一个叫清谈天堂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专为上流社会设计的高端会所，这里的会员都是富贵人物。会所的老板文车明是个有钱又有闲的财阀之子，他帅气逼人，简直是现代版的白马王子，成为那些梦想成为灰姑娘女孩们的梦中情人。申载林的父亲留下的这张广告，并不是为了让女儿自力更生，而是因为他觉得女儿申载林这辈子估计也难有出息，不如去那里找份工作，说不定能遇到个有钱人，保证自己后半生的富贵安逸。申载林气得半死，这老爸活着的时候就不靠谱，真没想到死了还这么不靠谱。不过找申老爹的地方没错，那家叫清谈天堂的会所，老板确实挺有手段。会所位于市中心，地段极佳，但整年几乎见不到几个客人，账面上全是赤字，普通人早就亏得睡不着了。但老板文车明随手一挥，竟然给员工加薪10%。他说穷人才会担心钱的问题，自称是财神爷，就享受这种挥金如土的快感。有这样的老板，哪怕是做个普通员工也很滋润。但有员工不满足于现状，竟通过申老爹的捷径成功了，在会所结识了不少有钱人，最终嫁入豪门。真是巧合。那天申载林突然接到闺蜜的电话，闺蜜说她朋友正好是清谈天堂会所的会员，她老公也是，两人决定在会所举行婚礼。申载林赶紧打扮去婚礼，想要看看这高端会所有多豪华。会所内金碧辉煌，不少女客人名义是来参加婚礼，实际上都是冲着文车明来的。可惜文车明对女色不感兴趣，在他眼里女人就像石头。婚礼结束后，文车明站起身，突然一条丝巾飞过来，这明显是命中注定。但经验丰富的文车明看到丝巾飞来时，就直接打开了防躲桃花劫的雷达。申载林捡到一条丝巾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这丝巾是出名的爱马仕品牌，即使卖二手也能换不少钱。难道是老天爷要让他发财的节奏？可继母立马打破了他的美梦。他没想到老爸去世了，去世前竟然还让继母怀上了，还欠下了2000万韩元，用来给继母买戒指，甚至把房子抵押出去借钱。现在这些债务全落在申载林头上。继母原本是个舞蹈老师，怀孕后工作也没了，不能让孕妇跳舞啊。记者把所有怒火都撒在了申载林身上。现在申载林因为老爸没了住处，还多了个弟弟，还有一堆债务，他想要自力更生。可当初上学关键时刻，因为家里没钱，上不起补习班，这让他考试落榜。现在没有好学历，找份好工作难上加难。但二姐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申载林和他爸的错，非要把他赶出家门。继母只好坦白，其实是为了继母妹妹的债务担保，这才让二姐勉强接受申载林继续和他们住在一起。但家里的房子已经抵押了，他们只好搬到便宜的廉租房。申载林不得不和二姐同房，二姐坚持要占床，申载林只能睡地板。穷到这个地步，根本无法考虑自尊和尊严了。申载林拿出爸爸给的广告单，决心已定。俗话说得好，婚姻是女人改变命运的第2次机会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她得先减肥，但健身房是肯定负担不起的，那就在小区里跳跳广场舞吧。一整天下来，申载林锻炼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但他的衣服似乎不这么认为，竟然裂开了。减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节食，申载林下决心了，绝不能再多吃一口。结果半夜饿得睡不着，二姐听到声音跑出来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两人就开始狂吃，把冰箱里的咸菜都吃光了。吃咸菜刚开始是爽的，第2天申载林的脸直接肿得不行。为了面试能有好结果，他只好使劲往脸上涂粉底。另一边正在招聘新员工的文车明，他对新员工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能有攀高枝的想法，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想攀龙附凤的人。上次他的女员工嫁入豪门，让他在富豪圈里丢尽了脸，所以他这次招聘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不能是那种想攀权贵的女人。申载林刚走进会所，不小心把高跟鞋甩了出去，下一秒一个帅哥拿着他的高跟鞋笑着走过来。申载林觉得自己运气真好，碰到了自己的王子，以为能成为嫁入豪门的灰姑娘，然而没想到
王子一开口就说要起诉他，竟说他企图谋杀。原来他弟鞋子正好砸在了文车明的头上，他以为申载林知道他有钱，故意用高跟鞋来谋杀他。申载林觉得他真是疯了，他不想跟他纠缠，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鞋子。可文车明就是不放过他，把申载林逼急了。你说谋杀我，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谋杀。但最后一刻，申载林还是阻止了他。他没想到，一时发泄感觉爽，可这怒气却撒在了会所老板头上。走进老板办公室的那一刻，申载林知道自己面试没戏了。既然面试失败是必然，他干脆连文车明也一起骂了一顿，这样申载林的面试彻底没戏了。他郁闷地叫上闺蜜一起喝酒，自怨自艾。同龄人家那么有钱，还是个年轻的富翁，自己却是个穷小子，这种命好的人真应该被雷劈。话音刚落，天空就电闪雷鸣，文车明被吓得浑身一颤。整个晚上他脑海里全是申载林在楼梯上抱住他的情景，连朋友们都看出他的异样。我们这种财阀总遇到些奇怪的女人，特别是那种穷得叮当响又爱打人的，肯定会对他一见钟情。你完蛋了，爱上人家了，嘴上说不喜欢，转眼间整个房间都是申载林的幻影。文车明以前总是自豪能把女人当作石头，这次却完全没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急着找出申载林的联系方式，打电话给申载林，告诉他被录用了。申载林虽然觉得文车明疯了，但为了钱，他立刻答应今天上班。文车明心跳加速，还没见面，他就忍不住挑选衣服给申载林，最后选了一套自认为最帅的。没想到申载林看了直笑。按常规，新员工得玩破冰游戏，先自我介绍，但申载林不小心，竟然介绍自己是灰姑娘，气氛突然变得很尴尬。虽然很多年轻女孩来应聘，都想成为灰姑娘，但这么直白的还是第一次。文车明最讨厌就是那些想攀高枝的女人。这次申载林肯定保不住工作了。为了保住工作，申载林只好解释，他的生活实在太艰难，才会有这样的梦想。可文车明毫不动摇，毕竟他不是慈善家。申载林的价值观明显有问题，他想留下来工作，除非这工作能给他带来乐趣。申载林提议在汉江边喝酒比赛，赌局是如果申载林赢了，文车明就得签给他劳动合同，让他成为正式员工。不会喝酒的文车明不想掏钱，却声称自己的内脏全是用有机食品细心调理的，喝了酒就能直接分解。申载林也不甘示弱，开始吹牛，说自己虽然吃得不好，但对他来说酒精就是小事一桩，他家人都爱喝，他的酒量也练得很好。但实际上他确实家里人都爱喝，申载林的酒量却很一般，他其实喝不了多少。这次为了保住工作，他也是豁出去了，但有些事情再怎么拼也无济于事，像那些扭不开的酒瓶，咬碎牙齿也开不了。文车明就嘲笑他力气小。申载林不甘示弱，提出比赛掰腕子，掰腕子没成功。他突然注意到文车明的指甲损坏，文车明显得有点不自在，解释说指甲本来就那样。申载林却很关心，认为那伤口肯定很疼。这种关心文车明从未感受过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赶紧岔开话题继续喝酒。申载林为了工作不得不拼了，一口气喝下整瓶酒。轮到了这位公子哥文车明，刚喝一口就呛得直接吐了出来。他赌输了，乖乖签下了劳动合约。他很好奇，申载林那个当灰姑娘的梦想是不是开玩笑的？申载林却认真地说，他并没有开玩笑，他真想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婚后要好好爱人也被爱。文车明觉得这根本是胡说八道。申载林从他的反应中看出，他其实从未被真正爱过，没爱又怎样？文车明至少还有钱。这话直戳心坎，不是太无聊，他也不会雇这么多人，只是为了找人陪玩。申载林突然觉得要上厕所，这汉江边哪找厕所呀？总不能直接在江里解决吧？文车明没办法，只好背着他跑向厕所。这一趟厕所之行，让申载林对文车明稍微改观了一些。面对文车明，申载林甚至有点害羞。这份害羞很快就被突然出现的女孩打断了。这个打扮夸张的女孩，竟是文车明的未婚妻丹雅。面对未婚妻的阻碍，申载林还能实现他的灰姑娘梦想吗？刚对这个神经病上司有点好感，就知道他居然有未婚妻了。回家一晚上都在想，这家伙之前说好像永远不会结婚的样子，结果竟然已经订过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季姐认为，这就是那些男人勾引申载林这样的天真小姑娘的手法。而另一边，文车明和他的未婚妻之间其实非常单纯，两人惺惺相惜，都没想过要结婚，所以就订了婚，打算做一对终生的伴侣。但自从遇见申载林后，文车明心动不已，他脑子里全是他，结果只能天天做俯卧撑来分散注意力。
但这样做只会让申载林的影子在他脑海里更加清晰。对于普通的高富帅来说，一旦发现喜欢的女孩，通常会迅速展开追求。但文车明的做法不同，他竟然给申载林起了个外号。申载林不太想理他，但考虑到对方是老板，还是乖乖打了招呼。文车明警告他，他绝不会轻易被勾引。今天是申载林入职的第一天，领班正在向他介绍会所的相关情况。这个会所是专门为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有钱人设计的，很多项目都像儿童乐园一样，目的是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，让他们在这里尽情享乐。文车明担心申载林会惹麻烦，所以不让他接触客人，让他整天洗衣服。他的未婚妻察觉到文车明对申载林的态度有些不同，他特地来试探申载林。通过申载林的回答得知，他的梦想是嫁给有钱人，成为现代版的灰姑娘。于是他给了他一些建议，去找那个超灵的神婆许个愿试试，因为上次有个会所员工就是在那儿得到了点子。文车明让申载林洗了一堆蕾丝桌布还嫌不够，到处找些杂活，全甩给申载林来做。申载林没想到职场上也有恶毒的继母，家里姐姐们刁难的事都不如这里的活多，但申载林还是努力洗完了一大筐蕾丝桌布。文车明看到他戴着耳机洗桌布洗得乐呵呵的，就很好奇他在听啥歌。他悄悄走到后面摘了他一只耳机，耳机里是欢快的音乐。2秒钟后音乐突然停了，变成了小黄书。申载林一下子慌了，急忙去摘文车明的耳机，两人一不小心摔倒了。申载林正好压在文车明上，一块蕾丝桌布恰好盖在他头上，这一幕让申载林像个新娘。文车明心里一动，更加确定了这个爱听小黄书的女人肯定是想勾引他。申载林尴尬地解释，那小黄书是朋友录的，他只是帮忙捧场，帮个朋友而已，却不知自己的笑容差点让文车明喘不过气。他用大框子罩住了自己的头。未婚妻看着这一切，但文车明的嘴巴特别硬，死都不肯承认。一整天下来，申载林累得精疲力尽，文车明还在旁边冷嘲热讽，这更加坚定了申载林的决心，要赶快嫁个有钱人，实现不用工作的梦想。为了早日成真，他打算试试未婚妻推荐的那个神婆，不过去找神婆需要100万韩元，申载林的工资全都用来还债了，根本拿不出这100万，无奈只好去找二姐借钱。谁知二姐一听是为了找神婆，还是为了嫁个好人家，只觉得他脑子有问题，简直和他老爹一个德行，觉得吃软饭有什么错，至少他爸爸和继母是真爱。他只是太清楚现实，知道穷人就算努力没有钱也比不过有钱人，就算上学拿到文凭，工作了也是一样，薪水少的连房子都买不起，这样的生活怎么改变命运？还不如直接嫁个有钱人。但对有钱人来说，只喜欢门当户对的婚姻。文车明的父亲很满意未婚妻的家世，总是叮嘱文车明，别的女人就当做石头，但连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，只要看到漂亮的小护士就目不转睛。申载林的大姐也在医院工作，申载林向二姐借钱没成功，于是他又去找大姐帮忙，但大姐太忙了，几句话没说完就被叫去开会了。那位一直追求大姐的男医生看出申载林想借钱，便主动提出愿意无偿给申载林100万韩元，只要申载林能帮忙量到大姐的戒指尺寸，这就够了，因为他打算买钻戒向大姐求婚。申载林觉得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，大姐嫁个有钱人，自己也能赚一笔。于是他偷了大姐的银戒指，交给了那位男医生，换来了100万韩元，立刻去找神婆求助。其实他不必这么费力，文车明已经被他收服，只是不肯承认。独自一人时甚至忍不住偷偷拿出藏着的小黄书，越看越心神荡漾。第二天，他看到申载林一大早就来会所准备工作，最终同意让他接待客人。但他警告申载林，接待客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借此嫁入豪门。他觉得申载林这样的人不可能吸引到有钱人，自己之前担心全是多余。他这么一小改变，却让文车明闻到他头发上的香味，这让文车明很是不安。申载林心里很受伤，还以为自己身上有什么贫穷的味道，只有穷人才能闻出来。一有空就拿出神婆给的那张纸条看，突然一张纸条飞了出去，他立刻跟着纸条扑向了刚进门的客人。没想到这位客人竟完美符合他所写的标准，既高大帅气又有腹肌，难道他就是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？申载林愣住了，那个男人忍不住翻看了那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的是高大的男人。申载林这才回过神来，急忙收回手，却不小心扯掉了男人衬衫的一个纽扣。对方却没有责怪申载林，这让申载林对他好感倍增，甚至想要立刻嫁给他。但文车明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走上前想让其他员工接待这位客人，
这个男人名叫白道宏，是一名成功的导演，他刚刚赢得了一个重要奖项，但他手上没有邀请函，不能成为这个邀请制俱乐部的会员。申宰林怎么会被这点小困难难倒？他立刻找到文车明，请求他例外允许白道宏成为 VIP 会员。文车明无奈地答应了，但很快文车明又开始担心申宰林与白道宏单独相处，忍不住跟了出去。他这一推，直接把申宰林推进了白道宏的怀里。白道宏的态度与申宰林形成鲜明对比，他竟然说申宰林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味道，还贴心地帮他拨开头发，递给他一个棒棒糖。申宰林顿时被迷得神魂颠倒，晕乎乎的。俱乐部有规定，新会员加入必须举行派对。文车明要求申宰林重新策划派对，要把整个长廊布置满，借此机会举办一个主题为错误的相遇的展览。申宰林觉得头都大了，但他也只能接受。幸亏有同事帮忙，他们找到了文车明指定的新锐画家，经过一番吹捧，终于说服了画家帮忙画作。文车明看着申宰林，觉得他如鱼得水，有点后悔决定办这个展览。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受申宰林影响，决定暂时回老家避一避。申宰林却一心想着白道宏，干劲十足。不久，画家完成了一幅作品，但申宰林发现文车明没来会所，他有些生气。文车明把麻烦留给自己，自己却去享乐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毕竟对方是老板，老板自然不用打卡。而在另一边，一个想向大姐求婚的医生，不出所料被拒绝了，他非让申宰林给个明确指导。申宰林觉得自己欠了人情，只好告诉医生，大姐最看重他妈妈，如果想追到大姐，最好先从妈妈入手，对妈妈要特别好。文车明回到老宅，看着老宅的照片，也回忆起自己的母亲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自己对申宰林的感情这么复杂，既喜欢又不由自主的讨厌。因为申宰林和他妈妈很像。申宰林完全不知道文车明对他有这么复杂的情绪，他照常在会所工作，老实的换灯泡。白道宏突然出现在他后面，宛如拍电视剧一样。突然间，他竟然像电影里的王子一样把他抱下梯子。申宰林开心极了，但紧接着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得知画家失踪了，展览就要开始了。如果画家现在放弃，之前所有的准备都会白费。他只好赶紧去找画家。画家说他不想再为钱画画，他甚至不想再做画家了。尽管未能实现画家梦，他的其他梦想即将成真。他将嫁给白道宏，成为有钱人的妻子，感觉很幸福，这样的人生也不错。另一边，文车明半夜醒来，又梦到了申宰林。这次申宰林躺在他的床上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他讨厌申宰林的梦想，也讨厌申宰林和白道宏见面。幻影一直在问他，既然这么讨厌，他要怎么办？难道要消失不成？他不愿承认，说来帮他好了。幻影突然撕开了文车明的衣服。第二天，文车明独自一人在床上醒来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个什么梦，感到非常尴尬。他返回会所，发现申宰林已经准备好了派对所需的花。申宰林自夸自己确实很能干，可惜这份执着没有用在更好的地方。为何偏要执着于嫁入豪门？他遵守了之前的约定，同意让申宰林参加派对，希望他能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申宰林一开始还挺开心，但突然间感到有些不对劲。他记得自己曾在梦中问过同样的问题，文成明差点冲动要吻他，他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，叮嘱申宰林换掉工作服，派对上要穿得漂亮一些。终于到了宴会的时间，打扮过后的申宰林确实美丽动人，文成明简直移不开眼，但申宰林的目光却全在白道宏身上。白道宏其实已经利用了申宰林，成功成为了会所的一员。面对其他的富贵人物，他故意保持距离。富家女嘲讽申宰林这般努力，难道是抱着不现实的灰姑娘梦想吗？未婚妻这时候意味深长地说，很可能是这样。富家女更是滔滔不绝，她不理解这种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缺钱就来我们家做工好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带着侮辱。询问申宰林是否愿意来做工，申宰林尴尬地拒绝了。随后富家女又差遣他去倒水，申宰林端来了薄荷巧克力水，他却直接甩开了他的手，这一推一搡，两人一起摔倒了。白道宏立刻向富家女伸出援手，还坚决认为错全在申宰林。申宰林觉得这简直荒谬至极，他竟然把这种趋利避害的小人当成了自己的梦中王子，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太狼狈了。白道宏像是施舍似的伸出手，但文成明一把打掉了他的手，他蹲下来却责怪申宰林制造麻烦。申宰林只是委屈地看了他一眼，文成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，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他们看着文成明伸手帮申宰林站了起来，紧接着未婚妻气愤地给了文成明一巴掌，富帅之后亲了女孩，竟然想把他推给别的男人。高富帅文成明
面对自己的员工被刁难，没有责怪员工，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扶起了申载林，这让他的未婚妻气得不轻。他直接给了文成明一巴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文成明没有追，他只关心申载林，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申载林披上，立刻带他回休息室安抚。他不明白，平时机智过人的申载林怎么会被那些大小姐欺负。申载林却认为今天的事是必然的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，但他觉得未婚妻更重要，那可真是够糟糕的。但对文成明来说，未婚妻只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，他们并没有互相喜欢，他无需顾及同事的感受。相比于未婚妻，文成明更在意申载林的心情，他特意嘱咐申载林整理好衣服再出来，甚至夸他穿这件衣服很合适。未婚妻对文成明这样关注，别人感到不满，文成明直接告诉他以后不要来会所了，因为他还会继续关心申载林，他不打算改变。明明只是合作关系，未婚妻却总是因为他的事发火，这让他感到很有压力。未婚妻气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气愤地叫嚣。回到会所，文成明在厕所偶遇导演白道红，白道红对他发出警告，告诉他像他们这样的上流人士不应该和低贱的女人交往。文成明对此不以为然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质问白道红，问他问这么多问题，是不是喜欢自己？白道红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文成明，他只是习惯了贫穷，即使现在变富有，偶尔还会想起自己曾经的贫穷，那时候女朋友离他而去，这次他有钱了，看到有钱人想要抢走申载林，申载林立刻感到好胜，他不愿意输。申载林再次回到宴会厅，向之前被他冒犯的大小姐道歉。大小姐嘲笑他这种穷鬼，只会不停地道歉。申载林被几句话打击得很厉害，他的灰姑娘梦想破灭了。他意识到了，即使遇到有钱又成功的男人，自己也不可能变成灰姑娘。文成明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感到非常心疼。这个灰姑娘的梦想，即便白道红帮不了他文成明愿意尝试，只要申载林愿意。申载林不知为何闭上了眼睛，两人在众人的注视下接吻了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文成明牵着申载林的手，带他离开了会所。但接下来的故事并不像童话那样完美，几乎在走出大厅的那一刻，申载林就开始后悔。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，他又忍不住感到甜蜜和害羞，而文成明也忍不住一个人回味那个吻。这整天唯一不开心的是未婚妻，就连追求大姐的人，在申载林的提醒下，特意买了礼物去拜访丈母娘。申载林一回家就发现全家人异常和乐。第二天文成明忍不住去健身房，或者说是去对着健身教练发泄。教练看出他有心事，文成明终于开口，他妈妈当年也像申载林一样，一心只想嫁给有钱人，但婚后不久就因为觉得他爸不够有钱，毅然决然的离婚走了。但在教练看来，文成明的性格和他爸爸挺像的。文成明多次强调，他绝对不可能和申载林在一起，不会重蹈覆辙走他爸爸的老路，到头来只会剩下埋怨。他怕最终又会被抛弃，他打算把申载林推给另一个男人，让她嫁给那个理想中的人，那个既帅又富有的白马王子。梦想终将实现。第二天，两人在会所不期而遇，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看似毫不在意。文成明告诉申载林，不要太放在心上。申载林干脆回应，就当自己吃了个没营养的海肠。文成明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甚至无法自处。他想和申载林订婚，结果却被申载林给甩了。而白道红又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会所。申载林已经看透，对方只是来会所，为了接近那些上流社会的女孩，没有其他不良企图。他本来想带她见其他会员，但白道红突然说，他今天是特地为她而来。这话吓得申载林，他不小心把开水洒在了手上。白道红立刻温柔地用冰块帮他敷伤口，询问他和文成明到底是怎样的关系。申载林解释，文成明喝醉了，连电线杆都会亲。白道红对这回答很满意，温柔地为申载林加了发卡，邀请申载林到自己的工作室。离开会所的时候，白道红又故意挑衅了文成明一次，他表示自己也不会守规矩。文成明本来就打算早点让申载林嫁人，实现他的灰姑娘梦想，但看到白道红上当，他却高兴不起来，不知为何心里一点也不开心。申载林越想越糊涂，他不明白白道红为什么突然又对他感兴趣了，总觉得可能是因为文成明的那个吻。这时候同事忍不住提醒他，申载林特意带着发卡去见文成明，告诉他白道红送的发卡，还邀请他去工作室。文成明听后非常失落。申载林想确认文成明是否喜欢自己，他主动提出两人再亲一次。这其实是他男同事的坏主意，说男人嘴巴可能撒谎，但身体总是诚实的。只要申载林提议再亲一次，如果文成明闭上眼睛期待的等待，那就肯定是喜欢他的。
申载林看到文车明闭眼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，突然不知道该不该继续。下一秒，文车明突然清醒，没等他犹豫，就推开了他。他不情愿地让申载林快去白道红的工作室。申载林再三确认，他真的要他去白道红的工作室吗？这好像突然提醒了文车明，他急忙拉着申载林去商场大采购。现在他决心要成为仙女教母，把申载林嫁出去，就像童话里的仙女教母。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用魔法让灰姑娘华丽变身。虽然文车明没有魔法，但他非常富有，于是他一件接一件，毫不犹豫的为申载林买了很多衣服。申载林感到有点郁闷。到了周末，申载林没来上班，可能是去约会了。这件事让文车明在会所里坐立不安，他感到很不安。而白道红对申载林关怀备至。申载林问为什么邀请自己到工作室，白道红话挺甜，说只是想和他待在一起。但申载林很难信服。接着白道红又开始诱惑他，问申载林梦想是不是画画，为什么没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申载林感到苦涩，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那是命运眷顾的人的特权。这点白道红可能不懂。白道红真会说，他说自己能追梦是因为有父母的支持，但现在他最喜欢的是和申载林一起工作。说完，他拿出了一个剧本，想让申载林帮忙看看。申载林既惊又喜，但当白道红准备靠近时，他还是本能地躲开了。文车明突然听下属说起，他很不放心，立刻冲向白道红的工作室。这时白道红的工作室突然闯进一个男人，原来这男人是白道红的亲哥哥。他揭露了白道红所说的全是谎言。其实白道红家境非常贫困，而且直到现在他从来没做过真正喜欢的事。他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书，这是白道红写的小说，他靠这本书赚了不少钱，赚钱后成了导演，但心底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三流作家。这是白道红最不光彩的秘密。申载林知道后没有表现出鄙视，反而称赞白道红真的很厉害，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。白道红的哥哥想再说什么，结果被白道红赶出了工作室。工作室里只剩他们两个。白道红低着头让申载林也走，说对不起，让他失望了，感到非常抱歉。申载林说他确实失望了，但失望的是白道红竟这么没有自信，能从无到有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为何还感到羞耻？对白道红来说，那部小说虽然不违法，却可能让他受到嘲笑，尤其是在像清谈天堂这样的地方，一旦人们知道他是靠小说起家的，他可能会失去会员资格。申载林劝他要接受自己，因为他真的很优秀。文车明恰好看到申载林走出来，第二天一直想问他约会怎么样，却不敢开口。未婚妻却抢先找到了申载林，他故意代文车明道歉，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和文车明，他们俩打了个赌用申载林。未婚妻不可思议地追问详情，他成了文车明证明魅力的工具。真的没事吗？但申载林说自己不是工具，因为他觉得这很有趣。未婚妻气得几乎爆炸。申载林内心其实也很愤怒，特别是文车明还厚脸皮问他约会的事。一直以来，文车明就在那儿自说自话，想做仙女教母，到处对他指指点点，亲他完全就是把他当玩具，根本不把他当人看。文车明愣了一下，他解释说自己认为申载林更看重利益而非自尊。申载林却警告他，以后别再关心他的任何事，他发生什么都与文车明无关。但那天晚上，申载林被未婚妻家的小弟绑走了，朋友等了很久都没见他，只好去会所找他，恰好碰到刚下班的文车明。文车明原本因为刚和申载林吵架，申载林让他别管自己的事，所以本不想多管，但他还是很担心申载林，于是留下申载林的朋友一起玩积木，顺便等申载林的电话。这两个小弟真是不够专业，绑架了人反去吃饭，这给了申载林机会求救。可惜所有人工智障都一样，你的设备根本挡不住你的脸。幸好最后这人工智障还是帮忙给申载林的朋友打了电话，申载林提供了关键线索，他被绑架到一个有米酒味的废弃工厂。文车明急匆匆地踩下油门，脑海中全是自己小时候被绑架的画面，他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申载林能平安无事。实际上未婚妻的手下只是想给申载林一个教训，他们想彻底阻止他和文车明的接触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申载林丢掉工作。他们打算让申载林签署辞职书。就在他们准备给他剃头的时候，文车明终于及时赶到，他独自一人将对方打败，两个人紧紧地抱住了申载林。这场戏剧性的财阀爱上灰姑娘的故事，但在灰姑娘的眼中，她不如一块牛肉。梦想成为灰姑娘的申载林最终赢得了财阀二代文车明的心，但他的举动让文车明的未婚妻非常不满。未婚妻家族出身黑道，他的手下以前是黑社会人士，他们为了解决未婚妻的问题，绑架了申载林，
幸运的是，文车明及时赶到，救出了他的心上人申载灵。申载灵被救后没有大哭大闹，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把那2个人也绑了起来，用推子剃掉了他们的头发和眉毛。文车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，这次绑架唤起了他儿时被最信任的奶娘绑架的记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不再信任女人。他用这把伞作为盾牌，挡住所有接近他的人。这一切出自好意。他建议申载灵也要有类似的保护，申载灵却摇头说不，因为救他的不是什么盾牌，而是文车明。可文车明的内心实在难以捉摸。他来救援的时候，那种心疼加担忧的眼神，显然是真心的。但如果文车明真的对他有意，为什么不直接表达出来呢？他反复思考，可能是文车明看不上他的家庭背景，不满他贫穷的出身。申载灵感到一阵心情低落，站在楼下，真希望有人能迎接他。但当他回家，二姐气势汹汹地追问他，为什么背叛大姐？原来大姐的追求者居然偷偷与别的女人有染。那个男人承认是申载灵在帮忙。两姐姐认为申载灵为了钱不择手段。申载灵想解释，却不被信任。面对二姐的逼迫，他感到既伤心又委屈。二姐坚持让他认错。申载灵承认确实有错，错就错在还留在这个家。最大的错误是他的出生。继母插话说他没教好他。申载灵气愤地点头，结果被二姐扇了一个耳光。申载灵带着伤心离开了家。他感觉这个世界似乎没人真正关心他，但实际上文车明非常关心他。为了申载灵，那天晚上他就去找未婚妻严肃谈话。文车明甚至亲自在会所等待，教员工学习防身术。可申载灵迟到了，他解释说是因为搬家耽搁了。申载灵发现大家在学防身术，他意识到这肯定是因为昨天的事。文车明硬是不承认。看着文车明那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，申载灵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不懂文车明为何喜欢他还不承认，明明不承认喜欢，却总围着他转，还给他发出误导的信号。他想借此机会好好教训文车明一顿，趁机出气。两人一起练习防身术。白道红突然出现了，他今天来世竟然向申载灵提出正式交往，这是申载灵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。申载灵却觉得白道红脑子有问题。按他对白道红的了解，白道红的理想型应该是白富美，但他又想，或许白道红是为了封他的口才这么提出的。但白道红却说，申载灵是唯一一个让他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的人，所以他特地带来剧本，希望申载灵帮忙划分镜，这样他可以追梦。申载灵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份心意。恰好文车明来了，他故意告诉文车明这件事。文车明劝他要慎重。申载灵说他确实在犹豫，因为两人之间的出身差距太大了。申载灵对此感到非常高兴。难道文车明真的不介意贫富差异吗？这时文车明严厉地告诉申载灵不要接近白道红，但为什么呢？他却说不出原因。申载灵气急败坏地提议让文车明到自己家住一晚，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环境，看看他是否真的完全不在乎。话刚说出口，申载灵就后悔了。当晚文车明就跟他回家了。面对贫苦的环境，他丝毫不介意，还安慰申载灵说小时候贫穷不是他的错。两人一起吃着方便面。文车明问起他的家人，申载灵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。文车明误以为是因为父亲去世，申载灵被继母赶出家门，但申载灵解释说继母和姐姐们其实不坏，只是他自己不讨人喜欢，总是被视为眼中钉。文车明却要帮他解决问题，决心为他拔掉眼中的钉子。文车明认为申载灵只要多了解，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可爱。申载灵突然感动落泪，他一直渴望别人的肯定，他也是个可爱的孩子，只是一直假装不需要别人的认可。一旦放下那种自怜的情绪，申载灵面对文车明，不再否认自己喜欢他，不会再自责，不再认为是自己不好。所以文车明不能接受他，或许文车明有他的难处，接受不了他。另一边，二姐冲去揍大姐的出轨男友。出轨男坦白是申载灵想买肉给家里，但他知道姐姐们不会要，所以才让出轨男假装帮忙买的，而且送到家的礼物大多数都是申载灵买的。二姐突然感到非常后悔，她立即买了牛肉回家。大棚的另一边，两人裹着被子冻得发抖。申载灵反复确认文车明能在这环境下睡觉吗？文车明硬说没问题。气氛正暧昧，突然手机收到暴雪警报。为了不冻成冰，两人急忙跑到文车明的家。申载灵洗澡时不知道怎么关水，文车明进来帮忙却摔了一跤，申载灵一下子压在他身上。按理说这时候他们应该接吻了，文车明甚至幻想过这一幕，但他在想象里是个巨人，现实中却显得那么矮小。很多时候
机会就是瞬间的，一旦错过就没了。今天也一样，文车明以为他们能共度整夜，但这次申载林突然收到二姐的短信，让他快回家。文车明误以为是白道红打的电话，直接拉住了他的腰带。文车明劝申载林别去找白道红，半夜去男人家太危险了。申载林反问，难道他不算男人？这里又不是他的家。文车明自认为是个好人，但白道红就完全不同。申载林只能说出实情，他并没有去见白道红，他只是想回自己家。文车明感到有些郁闷，觉得自己的魅力还不如牛肉。申载林也感到郁闷，如果文车明再挽留他一次，他肯定会留下。但为什么文车明就是不挽留呢？回到家后，申载林郑重地向大姐道歉，大姐并不怪罪申载林，只是觉得自己看人不准。最后大家都和好如初。晚上申载林忍不住回想两人相处的时光，而文车明心里也因那天起波澜，他忍不住带着糕点去看望父亲，试图和过去和解，开启新的生活。但他的父亲仍旧困在对母亲出轨的回忆中，固执地要文车明远离女人，因为认为女人只会欺骗和利用他。文车明想说，也许事情并非得如此，但父亲威胁他，不听话就得净身出户，这让文车明再次回忆起小时候被母亲抛弃的经历。不幸似乎总是突如其来，就在他还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奶奶突然告诉他，母亲即将离开。文车明不愿接受这残酷的真相，一直追着妈妈的车跑，但孩子怎么可能跑得过汽车呢？他不小心摔倒了，手上的指甲被碎玻璃割伤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妈妈的离开在他心里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，这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。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，但这一天白道红带来了一个神秘的新客人，电影圈里人称她为母丽丽。今天正好是圣诞节点灯仪式，申载林看着圣诞树亮起来，感到非常开心。文车明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，这让他的未婚妻很不高兴。更荒谬的是，文车明竟然抽中了一张预示着快结婚的纸条。他的未婚妻知道文车明不会和他结婚，他们最多只能订婚。文车明命中注定的人肯定不是他，所以他看着申载林越来越不顺眼，故意装出可怜样，挑拨别的大小姐来难为申载林。申载林明白这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所以尽量忍耐，但那个大小姐就是不依不饶，讽刺他只是个下人。这终于激怒了申载林，想到文车明曾说他也是个珍贵的人，不应该忍受这些，申载林气得拔下拖把头，开始挥舞起来发狂，吓得那个大小姐跑去找白道红告状。没想到这次白道红竟然站在申载林这边，甚至当众向他表白。这一幕被文车明看在眼里，申载林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，感到非常为难。同事们都以为他变成了现代版灰姑娘，纷纷恭喜他。文车明黯然离开，申载林急忙追出去解释说他不会离职，因为他并不喜欢白道红。文车明反问他，那是不是在利用白道红？他的怀疑使得两人的关系更加疏远，而白道红却坚定地向他靠近，在众人面前毫不吝啬地表达爱意，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文车明示威。文车明被他的坚定激怒，愤怒地挥出一拳，两人立刻动手打了起来，从卫生间打到了大厅。这一场面使得莉莉赵和申载林下意识地冲上前去阻止。莉莉赵打了白道红一巴掌，申载林也不由自主地打了文车明，他们最终被拉开，文车明却更加失控。申载林发现他真是难以理解，明明是他质疑申载林对白道红不真诚，现在却要求无条件的支持，即便无理取闹，文车明还是希望申载林站在他这边。申载林完全弄不懂文车明，直到他在白道红的工作室和莉莉赵喝酒时，才从莉莉赵那里听到一个震惊的真相。原来莉莉赵是文车明多年未见的母亲，她曾是众人羡慕的高贵灰姑娘，但豪门生活并非易事，那份苦楚只有莉莉赵自己明白。婆婆总是对她不满，找机会诬陷她出轨，她丈夫根本就不信任她，反而把她赶出了家门。莉莉赵被迫和儿子分开，她本是个穷小子，嫁入豪门，离开时自然什么也带不走，连亲生儿子都无法再见一面。这些年来，莉莉赵历尽艰辛，只为挣够钱，重拾失去的尊严。但对于儿子，她始终感到愧疚。申载林终于明白了，为何文车明会有这样的性格。他决定对文车明更好些。文车明的性格确实很倔强，只在喝醉后才会表达真正的感受。申载林宣称自己将永远无条件支持文车明，这种态度让文车明觉得他似乎在玩弄自己。但申载林解释说，他对文车明有了新的理解。文车明有些不解，不明白这种新的理解是什么。申载林主动邀请他吃饭，饭局设在一家高档餐厅。申载林的态度非常认真，他坚称要亲手解决问题，只要文车明听话做好就行。但文车明不知道，
单纯的坐着竟然这么难。当多年未见的母亲突然出现，他几乎情绪崩溃。母亲坦诚他没有出轨，是因为一无所有才见不到他。其实当年的绑架案只是为了再见文车明一面。他请求了保姆的帮助，但妈妈没想到文车明的奶奶会那么快就赶到，把他抢回去。这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阴影。他开始封闭自己，习惯了痛苦，习惯了接受不被爱的现实。面对爱时，他已经分不清真假。申宰林紧紧抱住他，他不想解释什么了，只想让他真心去感受。爱在实用心就能感觉到。对一直封闭的文车明来说，仅是相信爱就需要极大的勇气。这次申宰林给了他这股力量，让他能再次坐下来听妈妈说完他的爱意。申宰林在外面焦急等待。文车明走出餐厅，请求再抱一抱。相信与原谅真的很难，但他感觉很棒。两人回到了会所，准备了几样下酒菜，又喝了几杯。看到妈妈，文车明很高兴，但心里有点矛盾，不确定是否该原谅他。毕竟爸爸真的很惨，有了父母的前车之鉴。文车明此时很好奇，申宰林还坚持要当灰姑娘吗？申宰林的确坚持他的梦想，因为曾自卑，放弃过一次成为画家的梦。现在他不想再因自卑放弃，而是要坦荡荡的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，就是要成为灰姑娘。他一直坚持不懈。文车明感觉自己的心态真是强大无比，别人看起来也越发光鲜。申宰林乐得合不拢嘴，整个人都焕发了光彩。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烫头发了。他们一起上班时，刚在会所门口打招呼，突然一辆车驶过，车上的小孩用水枪对着他们射水。文车明反应超快，立马打开伞挡住了水花。申宰林看的眼睛都发亮，夸他好帅。文车明说明明是自己更帅。申宰林趁机夸他又帅又敏捷，说他肯定不需要伞来保护，所以他想要那把伞。那把伞对文车明来说很特别，他伴他从小到大，象征着他深情厚谊。现在他把这把伞交给了申宰林。申宰林高兴地说他终于长大了。文车明忍不住蹲下来，让他摸摸自己的头。这件事让他们更加喜欢对方，喜欢是掩藏不住的。文车明忍不住给申宰林买花和礼物，没想到正好碰到未婚妻。未婚妻气得要命，威胁要让申宰林遭遇不测，让他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文车明说他会保护申宰林，但做贼虽然只有短暂几天，防贼却是每天的事。这话反而激怒了未婚妻更甚。文车明深知未婚妻的手段，他想到之前申宰林被绑架的事，如果那时他迟到了，申宰林的后果不堪设想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这种事情，文车明觉不能让申宰林再受这种苦。出于担忧，出于害怕，他紧紧抓住了未婚妻的手，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。未婚妻提出一个条件才肯放过申宰林，那就是立刻和他结婚。第二天他们就在会所宣布订婚。申宰林目睹一切，感到非常震惊。白道红及时出现，带走了申宰林，告诫他不要被那些富二代玩弄，告诉申宰林不要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他已经准备好了机票，申宰林可以辞职和他一起去国外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申宰林这才明白，自己连吃醋的权利都没有。他不是文车明的女朋友，文车明也未曾向他表白过。文车明的处境其实也不容易，他心不在焉地陪未婚妻选婚纱，敷衍了事的态度明显，甚至连一个笑容都勉强不出。未婚妻因为他的态度感到心碎，文车明却告诉他，他这么帅，不应该在不爱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未婚妻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彻底死心。申宰林回家后痛哭流涕，而他的大姐和男友却喜结良缘。这个男人曾被误解出轨，被申宰林的二姐暴打一顿，但他对大姐始终忠诚不渝，最终两人幸福地走到了一起。申宰林很想知道他的成功秘诀，大姐夫只说秘诀就是明白自己很优秀，大家都误解他，他坚信自己配得上大姐，能让大姐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这番话让申宰林有所启发。与此同时，未婚妻回到了自己家，她主动要求取消婚约，她决定要找一个真正爱她的人，一个会把她捧在手心的人。第二天申宰林去上班，却发现会所大门紧锁。其他同事说收到了文车明的紧急通知，文车明让他们放带薪假期。大家都在猜测文车明可能要关闭会所，为婚礼做准备。申宰林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如果现在不表白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他鼓起勇气去了文车明的家，看到文车明脸上有伤，文车明的态度冷淡拒人千里。面对这样的文车明，申宰林怎么也说不出喜欢这两个字。他提起白道红给他的机票，建议文车明辞职和他一起出国。申宰林其实期待文车明能挽留他，但文车明却祝贺他梦想成真。朋友申宰林感到自己被玩弄了，文车明突然亲了上来，接着说这才叫玩弄。申宰林气愤地
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转身就走，蹲在马路边哭泣，因为感觉自己被随便玩弄。其实他并没有被随便玩弄，文车明为了他放弃了未婚妻，还被未婚妻的父亲找上门狠狠羞辱，连会所都遭到破坏。他爹因为他沉迷恋爱，决定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文车明已经一无所有，他不确定申载林会不会选择他，所以他选择先伤害申载林，把他推开，这样申载林就能跟白道红过上好日子。但被伤害的申载林一点也不开心，这几天一直在家郁郁寡欢，直到他收到了一幅画。这幅画是他小时候画的，文车明视为珍宝，偷偷把画送去清洗，恢复了原有的色彩。他还附了一张便签，说她不是灰姑娘，在他心里是个勇敢的战士。申载林终于确定文车明确实喜欢他，可这份喜欢太过别扭，他感动得泪流满面。申载林小时候，母亲无法忍受贫穷生活，抛下他远走他乡。经历过被抛弃的申载林，觉得自己非常渺小，自卑敏感，难以融入新家庭，也接受不了新家人。长大后面对心爱的人，因为太自卑，说不出我喜欢你，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情。这张画让他想起了过去的自己，那时他还很小，只是个孩子，但比现在更有勇气。小时候的他，相信自己不需要白马王子，能自己骑白马克服一切困难。申载林终于醒悟过来，在他的人生里，能陪他一生的白马王子，唯一的就是他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要学会自爱和自强。这时候，申载林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通电话让申载林知道了文车明和家人闹翻了，他爸把他赶出家门，连婚事也泡汤了。申载林心里挺难受的，但他明白自己的事更重要。他把画好的分镜和机票还给了白道红。白道红说，既然感情谈不成，那就聊聊事业吧。他想帮申载林发展事业，但申载林表示，这次他想靠自己。发展事业的第一步就是从网络漫画家助手做起，但这职位需要一本作品集。申载林手里唯一能算作品集的就是那本给白道红画的分镜，但分镜已经给了白道红，他只能自己再攒一本。尽管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文车明的影子似乎还在，挥之不去。即使走在大街上，也会突然想起文车明，想知道他现在在哪，在做些什么。申载林觉得文车明不像自己这种野草，他是随处可见的草。像他这样的温室花朵，被连人带盆扔出家门，怕是只能流落街头，靠乞讨生活。即使是乞丐，他也肯定是个特别的乞丐，帅到让女孩停不下脚步的乞丐。但如果乞讨的钱不足，他可能会偷窃面包。申载林越想越是担忧，只能努力忘掉文车明。但有些事越想忘就越忘不了。不知不觉他来到了会所，会所内一片混乱。申载林立刻注意到角落里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他立刻义愤填膺，拿起伞就冲了上去，狠狠地敲打那个鬼鬼祟祟的小偷，打得那人惨叫连连。等等，这声音怎么听着熟悉？打开灯一看，天哪，居然是文车明！文车明也愣住了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以前他什么都有，却没被表白，现在他一贫如洗，他竟然收到了表白。申载林解释说，这次机会让他反思自己，他发现自己不需要什么白马王子，他就喜欢文车明。文车明再次吻了上去，用行动证明他的爱，正式的告白也不能少。他拿出了之前丢失又找回的戒指，亲自为申载林戴上。本来文车明想等自己再成为申载林梦中的白马王子，再给他戒指，但申载林已经不在乎是否为王子，他只关注文车明。文车明并非白马王子，那他就扮个骑白马的女战士吧。两人共享了一顿晚餐之后，申载林带文车明回家了，并介绍给他的继母和姐姐们。继母赶紧把客厅让了出来，给这对小情侣留了地方打地铺，他们便相拥共眠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一家人都看到了他们。文车明脸红得厉害，但他却显得很灵活，一点也不觉得害羞。岳母准备的早饭特别对味，文车明一点也不摆架子，吃得非常痛快。文车明的父亲独自一人在病房，看起来很是凄凉。随后，他的宝贝儿子光彩照人的进来了，老头子气得让他赶紧滚蛋，让出房间。文车明干脆坦白了，他回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断绝关系，既然无所失去，他来这最后一次看看老爸，顺道带了个人来，这人当然是他母亲。文车明的父亲虽然嘴硬不想见，但真正看到多年未见的前妻，心情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如果他真的不再关心，也不会痛苦这么多年。前妻的几句话，这个自称不信爱情的老头子立刻改变态度。文车明则是拿起了话筒，在母亲的劝解下，父亲变得越来越谦卑。这时候，申载林那边也传来好消息，有导演想制作短动画，申载林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把绘画变成了职业。两人开心的拥抱，一起分享彼此的好消息。6个月后，
继母为申载林的父亲生下了孩子，母女都很安全。申载林的工作也越来越顺利，他每天在工作室努力绘画。文车明化身为男保姆，为爱人端茶送水，垂肩按背，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垂到了床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创作，申载林终于完成了他的梦想，制作出了自己的动画短片。大家聚在一起庆祝他的成功。